完了，全完了！就因为给贵妃端茶时左腳先迈进门檻，我就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被贬到这南三所啊！这南三所连个像样的灶台都没有，屋頂還漏風，馬上就要入冬了，我這不是要被活活凍死在這兒嗎？哭什麼？天塌下來當被蓋，肚子餓了喝涼水，既來之則安之嘛。廢妃柳娘娘，聽說您平地摔衝撞了御駕才被打入冷宮，怎麼沒帶金銀細軟，反倒順了一麻袋破爛來？你懂什麼？不用每天早上5點起來給皇後請安，不用勾心鬥角背誦女訓，甚至連管事嬷嬷都沒有。這哪裡是冷宮？這分明是給我量身打造的樂園啊！娘娘，您是不是受刺激太大，失心瘋了？這兒可是南三所，連口熱水都喝不上。喝不上熱水，那是因為你們不懂格物之理。娘娘，您看，這灶台根本不抽風，柴火放進去全變成了濃煙，根本燒不開水。這灶台四面漏風，而且連個排煙的通道都沒有，熱空氣怎麼可能往上走？小桂子，別哭了，去牆角弄點黃泥加水合成泥巴。全公公，借您那根不要的破竹竿一用。今天我就讓你們見識見識什麼叫煙囪拔風效應。娘娘，用點泥巴和破竹竿就能把那冒黑煙的破爐子修好？奴才怎麼就不信呢？看好了，大功告成。小桂子，點火！天哪，煙居然全跑出去了，而且這火怎麼突然變得這麼旺？這在格物學裡叫做拔風效應。熱空氣比冷空氣輕，所以它會順着這根竹管向上爬升。在熱空氣往上跑的同時，灶堂裡的氣壓就會變低，從而將底部進風口外面的新鮮冷空氣瘋狂地吸進來。新鮮空氣裡有充足的氧氣，氧氣越多，這火燒的自然就越旺。這就叫巧用氣壓差，打造完美燃燒室。光有火還不行，肚子還餓着呢。娘娘，這不是御花園角落荒地裡順手就能挖到野紅薯嗎？這黑不溜秋的能吃？能吃嗎？看着等下不饞哭你。來，見者有份，嘗嘗咱們冷宮的第一頓下午茶。太好吃了，娘娘，這比御膳房的糕點還要好吃100倍啊！有了娘娘這滿腦子的奇思妙想，咱們南三所枯燥的日子，怕是要迎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嘍。灶台修好了，肚子也填飽了，喝水的問題還沒解決呢。小桂子，今天我們先休息，明天我們就做一個醒水器。娘娘，這水咱們平時都是靜置一天，等泥沙沉底了，再小心翼翼地撇上面那一層燒開喝的，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冷宮哪有人給咱們送乾淨的玉泉水啊？靜置，那只能過濾大顆粒的泥沙，水裡的雜質和土腥味根本去不掉。看好了，今天教你們什麼叫多層物理過濾與回性炭吸附。娘娘，您這是在木桶裡疊羅漢呢？這黑乎乎的木炭放進去，水豈不是越洗越黑？這就叫少見多怪了。木炭經過高溫燃燒後，內部會形成無數極其微小的孔洞，這在格物學裡叫回性炭。它的表面積大得驚人，就像一塊超級海綿，能把水裡那些看不見的雜質、異味甚至毒素死死地吸附在孔洞裡。神了，真神了！不僅沒有一絲土腥味兒，這水喝着竟然還有一絲淡淡的回甘。
這簡直比內務府特供的玉泉水還要清甜啊！那是自然，這可是經過活性瓣深度净化的頂級直中水標準。哎呦，這不是太后娘娘的御貓嗎？怎麼跑到咱們冷宮來找水喝了？估計是這幾天天氣悶熱，御花園那些死水潭裡的水發酸發臭了。動物的嗅覺比人靈敏得多，它大老遠聞到了咱們這兒活性炭淨化過的純淨水味道，所以才翻牆過來的。得，咱們南三所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不好，內務府負責後勤調度的王公公帶人来了，絕對是來找茬的。喲，這南三所的日子過得挺滋潤的。冷宮廢人就該愁雲款矣，誰准你們過得這麼安逸？哎呀，全公公，按規矩，南三所作為廢棄庫房，每月的柴火供應只有30斤，但咱家核對過賬本了，你們上個月多領了10斤柴火，這可是嚴重的違規。王公公明鑑，這馬上入冬了，夜裡實在難熬。老奴這才舔着臉去內務部求了幾根碎木頭，您通融？通融？內務府的規矩是拿來通融的嗎？把他們這月的柴火全部扣发。不僅如此，院子裡的這些柴，統統給咱家搬走，讓你們長長記性。王公公，您把柴火都搬走了，咱們连口熱水都燒不開，這日子怎麼過呀？那是你們的事，在冷宮就該有冷宮的覺悟。不就是幾根破木頭嗎？讓他們搬，真以為沒了柴火我就燒不開水了？娘娘，這不是古代工匠做壞的瑕疵凹面鏡嗎？早就扔廢品庫了，您拿它做什麼？你這是在裝神弄鬼些什麼？難不成你要用太陽把水燒開？這叫拋物面聚光反射，沒文化真可怕。這面銅鏡的凹陷弧度剛好形成了一個物理學上的貪物面。當平行的太陽光照射在銅鏡上時，它會將所有的光線和熱量分毫不差的反射匯聚到一個極其集中的點上，這個點叫做焦點。而這水壺的位置正好就卡在這個焦點上，黑色的壺身又能最大限度的吸收熱量。有了這種成百上千倍的光熱匯聚，還要什麼柴火？一派胡言，簡直是風言風語。哼！不用火柴，不生爐灶，憑空把涼水燒得滾開，這難道是妖術？王公公，您看，水開了。您大老遠跑來搬柴火，辛苦了。喝口熱茶潤潤嗓子吧。哼，投機取巧，妖言惑眾，咱們走着瞧。娘娘威武，這下咱們再也不用受那老煙狗的氣兒了。太陽灶雖然好用，但到了晚上或者陰天就抓瞎了。想要隨心所欲的生火做大餐，咱們還得進行升級。走，去後院尋寶。娘娘，這院子裡除了灰就是蜘蛛網，能有什麼寶貝？格物學家的眼裡，沒有廢品，只有放錯地方的機械零件。天哪，這簡直是老天爺送給我的寶藏啊！小桂子，全公公，把這車輪和織布機的鈦板給我拆下來，放到廚房裡。這是個什麼怪物？這叫腳踏式离心鼓风機。在這個密閉的渦殼裡，當帶有葉片的風輪高速旋轉時，會將中間的空氣狠狠地甩向外圈。這就叫做離心力，被甩出去的空氣無處可去，只能順着這根主管，以極其狂暴的速度和壓力衝進咱們的灶堂裡。來，小桂子，上去踩2腳試試。
絕了！這風力簡直比御膳房幾十個燒火太監一起搖扇子還要猛烈100倍啊！有了這等瞬間能達到1000度高溫的猛火，咱們還吃什麼清水煮白菜？今天咱們要開葷！娘娘去太医院顺来的孜然干辣椒，加全公公藏的五花肉，絕配！采风，加大火力。这是什麼味道？好香啊！走，我們翻牆進去，看看裡面在幹什麼。什麼人？別動手，我們是附近巡夜的侍衛老黃和老趙，實在是被這香味饞得受不了了，厚着臉皮來討口吃的。相逢就是緣，冷宮沒那麼多規矩，坐下一起吃吧。絕了，這肉怎會如此焦香？這叫孜然配豬油的極限激發，高溫把脂肪烤化，煙燻風味包裹肉片，這可是獨家配方。我沒帶碎銀，這枚隨身玉佩就當飯錢了。玉佩在冷宮又換不了饅頭，覺得好吃，下次巡夜帶點新鮮五花肉和大頭來換。這下完了，咱們冷宮連塊胰子都沒有，這滿身的油污，用水根本洗不掉啊！衣服要是有味兒了，內務府巡查時又要被扣月錢了。水洗不掉油，那是因為水和油不相容。但這世上有一種極其奇妙的化學本，能讓它們乖乖融合。明天咱們就去做冷宮第1塊手工冷製造。拿草木灰去洗衣服，娘娘，您這是嫌咱們的衣服不夠髒嗎？這可不是普通的灰，這是咱們冷宮重工實驗室的強鮮原料。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鉀。當我們把它溶解在溫水裡，然後再經過沉澱和過濾，就能得到一罐極其純淨的、帶有強鹼性的灰鹼水。這東西可是去污的絕對核心。油脂準備完畢，現在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這在化學中叫做皂化反應。油脂和鋼鹼在不停的攪拌混合下，會發生一種極其奇妙的斷裂和重組。原本油膩膩不溶於水的脂肪酸，會被鹼水強行轉化成一種既能親近水又能親近油的神奇物質——脂肪酸鈉，也就是咱們俗稱的肥皂。絕了！油和水居然真的融合在一起，變成白色的膏膏了。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讓它自然風乾2天，等鹼性褪去，這塊肥皂就算是徹底大功告成了。走，去井邊試試威力。洗掉了，真的洗掉了！而且這衣服洗完之後，不僅沒有半點油膩味，反而透着一股極其清新的草木香氣，料子都變得比以前柔軟絲滑了。這物件真乃神品啊！內務府發給各宮娘娘的胰子，洗完手還發乾發澀。娘娘，您這灰加豬油做出來的東西，竟然如此好用！那當然，手工冷製造在反應過程中會自然產生極其滋潤的甘油，這可是頂級的護膚成分。內務府那些工藝粗糙的胰子怎麼比得上？唉，天氣雖然轉涼了，但這生肉放不長久，如果不趕緊醃製起來，明天一早就要發臭了。可咱們這冷宮裡連一粒多餘的鹽巴都沒有，這可如何是好？沒有鹽，那咱們就用物理隔離法，
小桂子，去後院找找，看看有没有前朝留下的废棄地窖或者冰窖的入口。全公公、柳姑娘，快来看，这真的有一块能掀开的木板。娘娘，这前朝老地窖虽然没存冰块，但因为深埋地下，温度比地面足足低了10度有余，简直是个天然的恒温冰箱啊！太好了，温度低能延缓肉类的腐败速度，但光有这还不够，空气中的細菌还是会讓肉變質。有了，全公公，今天咱們不吃烤肉了，咱們來做一道能夠保存極久的西洋絕學油菌肉。在生物學常識裡，食物腐敗變質絕大多數是接觸了空氣中因為無處不在的好氧細菌和霉菌。只要我們能阻斷肉類與空氣的接觸，就能給它穿上一層堅不可摧的防腐鎧甲。看好了，物理隔絕法啟動。這層厚厚的固體脂肪就像一堵絕對密閉的城牆，把所有的空氣和細菌死死地擋在了外面。而底部的肉塊被包裹在無氧的油脂環境中，不僅不會變質，反而會在油脂的緩慢滲透下變得軟爛可口。全公公，你去把它放在地窖裡吧。絕妙的法子，如此一來，就算幾個月不領肉，也能在這冷宮裡隨時吃上肉了。娘娘這格物之禮，老奴算是徹底服氣了。有吃有喝，冷宮硬是被咱們過成了神仙日子。糟了，是內務府出了名的鐵面無私、規矩狂魔崔女官，她怎麼空降咱們這兒了？內務府有令，南三所人員疏於管教，行事散漫。自今日起，本官將常駐南三所。你們必須嚴格遵守宮廷規訓守則，將這裡的規矩給本官重新立起來。立規矩，好啊，只要你的規矩能管得住大自然的常識。本官再說一遍，規矩就是規矩。在南三所，寅時必須起床打掃，卯時備菜，未幹完活之前，任何人不得嬉笑打鬧。更不得搗鼓些奇技妙巧的無用之物。全公公，聽說這崔大人本是內務府當差，因查賬污衊王公公貪財，才被老煙狗貶來咱們這兒。噓，他心裡憋着氣呢，想在咱們這兒把規矩立起來，好堂堂正正殺回內務府。這種沒有內府造辦次批文、私自改建的土造，存在極其嚴重的安全隱患，立刻拆除。還有這些成分不明的高麗物，統統沒收。這等後宮黎捏，怎可在此地散漫？趕出去！崔大人，您這大清早的趕路過來，嗓子都喊冒煙了吧？要不先喝碗熱豆漿潤潤喉？崔大人，我剛才聽您的嗓音雖然洪亮，但尾音發緊，想必是近日氣血有些凝滯。而且您看您這手，這內務府的規矩再大，也防不住這初中的冷風把皮膚吹裂吧？這可不是什麼成分不明的高烴柱，這是富含天然甘油的手工冷製造。您去井邊用溫水洗洗手，體會體會什麼叫物理隔水保護膜的滋潤。洗完咱們再談拆灶台的事兒也不遲嘛。胡鬧！本官是在給你們立規矩，你們竟然拿這些市井之物來賄賂本官！哎呀，這肚子餓了，規矩也講不響亮啊。崔大人，南三所的規矩就是吃飽了再幹活。您若是嫌棄這土灶，那這鍋裡做出來的東西，想必您也是不屑吃的。老奴這就倒了去。慢着，本官這是為了體察南三所的伙食狀況，以便記錄在案，下不為例。想在物理沙盒裡立規矩，第一步先同化你的胃。一頓早飯就想讓我罷休，今天
我必須從作息上將你們這群閒散人員的壞習慣徹底糾正下來。全都起床！寅时已到，南三所全體人员立刻洗漱，站立庭院之中，听候训导。这种胸部噪音是我管教新太监的绝招，今天我就好好给他们立一下我的规矩。难道都睡死過去了？柳氏，立刻開門！无視規矩，罪加一等。崔大人，大清早的，您拿着个铜锣在院子裡練武術呢，我這正做着美夢呢。你居然沒聽見我敲鑼？這到底是個什麼邪物？這可是我的秘密降噪神器，這個叫蜂蠟隔音耳3，是我用全公公找到的那點廢棄蜂蠟，混合了一點柔軟的棉絮，加熱揉搓而成的。蜂蠟這種物質極其奇妙，它在體溫的微熱下會變得非常柔軟，可以極其完美的貼合耳道的每一個縫隙，形成絕對的物理密封。這蜂蠟不僅能徹底阻斷空氣介質的傳播，更能吸收和消減高頻聲波。別說是您這破銅鑼了，就算是打雷，我也能睡得像嬰兒一樣香甜。加上我這個利用了暗視效應原理製作的遮光眼罩，物理降噪加上物理遮光，這就是最頂級的深度睡眠套餐。你們簡直是朽木不可雕也！本官的底線不容踐踏。既然叫不醒你們，那就在你們醒着的時候，讓你們片刻不得安寧。太沒有規矩了！內務府的奴才幹活時必須保持極其端正的站姿，以示對主子的恭敬。這群人如此貪圖安逸，簡直是把冷宮當成了自家的後花園。終於搬完了，累死我了。沒有了椅子，我看你們明天怎麼舒坦的幹活。只要讓你們的身體感到極其疲憊和痛苦，你們就不得不屈服於本官的規矩。咦，咱們的椅子呢？我那心愛的小馬凳哪兒去了？從今日起，南三所實行站立自省的規矩。為了懲戒你們的散漫，所有椅凳皆被本官鎖入柴房，未經本官允許，任何人不得擅自坐下，必須站着把這些忙完。這是內務府的規矩，絕無通融。崔大人，您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嗎？今天可是要剝幾十斤毛豆啊！站着剝一天，腿肚子都要轉筋了。那是你們的事，規矩就是規矩，開始幹活。本官一個時辰後再來，倒要看看你們雙腿打顫的慘狀。全公公都火燒眉毛了，這毒婦要把咱們發死。您去廢墟角落幹嘛？沒有木頭凳子，這前朝的爛帳用的可是上好的古法棉麻紙，若是將它們摞起來，再用麻繩捆緊，這其中蘊含的微彈緩衝之理，可比硬邦邦的木頭舒坦多了。來，小桂子，去找幾根粗麻繩來。今天老奴教你們怎麼把這些廢紙變成這冷宮裡最舒坦的軟沙發。昨晚在破書裡看到我被嫌棄降職的公文，哼，想看我笑話？沒門兒！只要把這群閒散人員訓得規規矩矩，內務府總會看到我的苦心。哎呦，全公公，您昨晚翻出來的這前朝帳字也太好做了吧？這坐上去的感覺，居然比咱們之前那硬邦邦的木頭板凳還要舒坦得多，軟乎乎的，一點都不硌得慌。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前朝留下的這些爛帳冊，用的可是上好的古法棉麻紙，把它摞成2尺高，再用麻繩捆緊了。
它就有了特別奇妙的緩衝力。人坐上去，指葉之間的微小空氣層受壓下陷，剛好完美貼合咱們的身形。這不比那直挺躺的木頭椅子養人？对呀，对呀，而且这帳冊外面包着厚實的錦緞封皮，加上紙張本身最能隔絕地氣，秋天坐着一點都不覺得涼。我剛才還在後背靠着的地方多墊了2本，剛好頂住腰窩，簡直太巧妙了。放肆，簡直是膽大包天！你們這群毫無規矩的狂徒，這是前朝留存的帳冊，雖然廢棄了，那也是內務府造冊的文書。你們居然敢拿它當凳子墊屁股，成何體統？崔大人，這不能怪我們呀，我們這屁股底下墊的就是一摞廢紙啊。您那規矩裡也沒寫不准坐在廢紙上備菜呀。你這是強詞奪理！好，你們既然這麼喜歡鑽規矩的空子，那本官今天就讓你们和白紙黑字的交道打個夠。從現在起，你們3個停下手裡所有的活計，每人將這本宮廷規訓手量抄寫1萬遍，日落之前必須交差，抄不完全都不許吃晚飯。南3所所有的米缸面缸，本官親自貼封台兒。1萬遍，崔大人，這一本守則足足有上千字，抄1萬遍，就是把手腕子抄斷了，日落之前也抄不完1/10呀！您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既然敢免視規矩，就要承擔破壞規矩的後果。完了完了，這回是真的要餓肚子了。急什麼？天大地大，吃飯最大。我去看看後院那2棵小白菜長得怎麼樣了，順便曬曬太陽。娘娘，您拿這些破爛幹什麼？現在可沒時間扎風箏玩了。誰說我要扎風箏？既然崔大人喜歡規矩齊整，那咱們就來給他上一課。有了我這個新發明，別說1萬遍，就是10萬遍，咱們也能在日落前去吃熱乎乎的晚飯。小桂子，按住這裡，手別抖。大功告成！娘娘，您費這麼大勁兒，就是為了做一個長得像排骨一樣的刷子？這叫4連排比。崔大人不是罰咱們抄1萬遍規矩嗎？平時咱們1支筆，一次只能寫1個字，而現在只要書寫1次，這4支筆就能同時寫下4個一樣的字，幹活的功夫直接省了大半。妙啊！簡直太巧妙了！娘娘您真是個奇才，有這寶貝在手，別說1萬遍，就是10萬遍，咱也能在太陽落山前交差。時辰差不多了，抄了多少了？本官早就說過，南3所的規矩。崔大人，您來的真是時候，1萬遍宮廷規訓守則，一字不落，全在這兒了。就是廢紙不太夠了。最後的那1000遍，我寫在內務署不要的舊草紙上了，您翻看的時候當心點。竟然把懲罰變成流水線作弊，好，很好。既然你們精力如此充沛，幹活這麼快，那想必也是不需要喝茶提神了。這罐茶葉屬於非必要物資，本官沒收了。明日起，南3所取消一切茶水供應，違者罪加1等。咱們的下午茶沒了，那可是全公公攢了好久的口糧啊！沒茶喝，這漫長的下午可怎麼熬呀？急什麼？崔大人願意替咱們保管茶罐，全當是幫咱們騰地方了。沒茶葉泡水，難道咱們就沒別的事兒可幹了嗎？公公，您不會是想讓咱們拿着大蒜葉子泡水喝吧？那味兒也太衝了。這4個活卯在搞什麼邪門儀式？你們4個又在搞什麼名堂？你們今天的任務都完成了嗎？不理我，气死我了！
就是碰折了一片蒜葉子吗？大惊小怪什么？大不了本官去内务府给你们端一盆水仙花来。咱们的蒜啊！崔大人，喝口汤吧。虽然没了蒜苗提味，但只要您心里痛快，我们吃糠咽带也是高興的。是不是我真的太過分了？那不僅是一顆蒜，那可是他們在沒有茶葉、沒有椅子的冷宮裡唯一的精神寄託啊！我是不是親手扼殺了他們生活裡最後一點小確好？夠了，本官受夠了！公公，崔大人這是跑去內務府搬救兵了嗎？咱們這招悲傷注目禮是不是玩過火了？且等着吧，這人心裡一旦有了縫隙，那規矩可就關不住了。那顆破蒜是本官不小心碰的，這是本官剛才順手在宮牆角門外買的，全當是陪你們的蒜苗了。以後不許再用那種眼神看我。一向高高在上的鐵面女官，居然為了半顆蒜低頭服軟，自掏腰包買這麼土的绢花來賠罪。天哪，這绢花的網紗布料居然如此濕密均勻。有了這等極品濾網，那個破茶壺終於能派上大用場了。你這個不可理喻的人！本官好心好意買花賠罪，你居然把它撕了！哎呀，崔大人，您這可是幫了咱們大忙了。這绢花買得太巧妙了，您有所不知，您沒收了咱們的好茶葉。現在小貴子只能去庫房底掃那些全都是碎渣沫子的陳年膏碎，那碎渣子一泡水，喝一口能糊一嘴的渣。但您看這绢花的材質，這可是最尋常的硬挺網紗，孔隙分外細密，又耐熱水燙，把它稍微改改，這不就是個絕佳的茶漏濾網嗎？絕了！娘娘這法子絕了，一點渣都沒有。崔大人，您買的這花可比咱們自己買茶葉管用多了。崔大人，這花買得好，這花買得好，破鏡能重圓，廢花能濾茶。這世上所有的羈絆，縫縫補補，總能找出個熱乎的過法。來，喝口熱茶順順氣。我買的绢花，居然幫他們喝上了沒有渣子的茶。我堂堂內務府女官，居然成了冷宮下午茶的贊助人。今兒個天氣好，喝了茶，大夥兒該活動活動筋骨了。小貴子，把咱們的家伙事兒拿出來。哎，來來來，一人一把，站好位置。這是幹什麼？這叫養生掃地操。全公公說了，天天彎腰幹活傷腰椎，咱們把掃地的動作放慢，配合呼吸，既能打掃衛生，又能舒展筋骨，比推拿都舒坦。第一式，白鶴亮翅撥落葉。第二式，野馬分葬掃福灰。沒有森嚴的規矩，只有茶香和沙沙聲。如果在南三所一直這樣待下去，好像也挺好。好啊，簡直是反了天了！崔女官，內務府派你來整頓南三所，你不僅沒有把規矩立起來，反而跟這群冷宮的廢人在這裡瘋瘋癲癲的跳什麼掃把舞，你簡直把內務府的臉都丟盡了！既然你們這麼閒，好，馬上就是中秋了，內務府人手不夠，限你們南三所在3天之內趕製出500個月餅，少一個全員發配去最苦的洗衣局，每天洗1000件公桶套子。3天，500個月餅，且不說南三所只有4個人，最關鍵的是廚房裡連一個像樣的月餅模具都沒有，難道不用手搓500個一模一樣的花紋嗎？
模具，這木魚不就是现成的高级硬木材料吗？我告诉你们，3天，500个月饼，做不完我要你们统统去洗公桶。完了，洗衣局那可是个苦寒之地啊！咱们统共就4个人，就算是不吃不睡，把手腕子都搓冒烟了，3天也捏不出500个月饼啊！更何況内务府收东西最讲究规矩，要求花纹整齊劃一。咱們連個帶雕花的模具都沒有，難道用手指頭戳幾個坑當花樣嗎？都是我連累了大家，若不是我得罪過他，他也不會借題發話。大不了我一個人去內務府總管那裡，把罪責扛下來。哎呦，崔大人，您這說的是什麼見外話？既然都在南三所這口鍋裡吃過飯，哪有讓一個人頂雷的道理？不就是500個月餅嗎？麵粉和果柔咱們庫房裡有的是，也就是多費幾車柴火的事兒。可是公公，沒有模具，咱們拿什麼印花紋啊？誰說沒有現成的？娘娘，這都什麼時候了？您拿個破木魚出來幹嘛？難不成咱們要一邊敲木魚一邊念經，祈求王公公拉肚子嗎？笨！你們仔細瞧瞧這木魚裡面，這凹槽的深度和大小，簡直就是為了大月餅量身定做的。咱們只要把包好的麵團塞進去，用力一壓，底部的蓮花紋就會清清楚楚地印在麵團上，然後再倒刻過來，輕輕一磕，一個帶着精美蓮花紋的月餅生胚，不就成了嗎？妙啊！鐵製木窯質地堅硬，壓制麵團絕不粘連，這簡直是渾然天成的模具。哈哈哈哈！模具的問題解決了。不過這木魚分量不輕，每次都要用手拿着塞面倒扣磕出來，要重複500次，大夥兒的速度依然提不上來，3天時間還是吃緊。這有何難？如果人工太慢，那就讓它自己動起來。小桂子，去把那推車的輪子卸下來。全公公，去把那台斷了線的舊織布機踏板拆出來。崔大人，您找塊乾淨的粗麻布，首尾縫合起來。聽好了，南三所第一條半自動月餅傳送帶開工！小龜子，你坐在踏板前，像踩織布機那樣上下踩動。全叔叔，您在最前面把包好餡的麵團放在麻布上，麵團順着麻布轉到中間。崔大人，您只要握着木魚上面的手柄，對準麵團，用力往下按，鬆手後，主板的彈性會自動把木魚彈回半空。印好花紋的月餅會繼續轉到我這裡，我負責裝盤進爐子。來，開工！快放！原來打破規矩、通力合作的感覺，竟然這麼痛快！哈哈哈！照這個速度，明天一早就能全幹完。哈哈哈哈！看王公公還怎麼找茬兒？小桂子，你踩慢點兒！我這邊來不及裝盤了！月餅起飛了！本公公不放心，特來提前查崗。我的親娘老子！這到底是什麼妖術？王公公，您這可就沒見識了，這叫借力拋物線。剛才那推車傳送帶轉動的速度，加上末端向上翹起的主板弧度，剛好給麵團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衝勁。只要食盒擺放的距離測算得當，每一個麵團都能沿着固定的軌跡落進去，這就叫巧用常理，自動裝盒。可不是嗎，王公公？您要是晚來半步，這500個月餅，咱們連裝盒的功夫都省了，直接就能給您挑去內務府交差。哼，投機取巧的歪門邪道，貢品月餅講究的是匠人心血和用料實在。你們用這種取巧的法子壓出來的麵疙瘩，能好吃嗎？怕不是硬的能磕牙。這是什麼人間美味？咱家還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食物。
不行，咱家可不能在这群人面前失了分寸。呸！难吃，简直是难以下咽。饼皮如同嚼蜡，馅料更是透着一股子发霉的味道。你们竟敢用这种不成体统的粗食来糊弄内务府，大逆不道！这500个月饼统统作废！王公公，你休要含血喷人！这馅料是我亲自去库房領的上好核桃仁，全公公精心熬制的糖漿，你僅憑私人冤宴就妄下定論，完全不合規矩。反了，崔氏，你還真把自己當回事兒了！來人，把崔氏和這群刁民統統拿下，立刻押送洗衣局，每天刷1000個公桶套子。內務府每日特供鮮羊奶送到嘍！南三所的，今兒初1，特意多給了1勺奶皮子，帶好碗盆出來打奶，過時不候啊！哎呀，去晚了奶皮子就沒了！別急，別急，拿好碗啊！好，你們這群爛泥扶不上牆的廢人！既然你們無可救藥，那明日我就稟報總管大人，派內務部最講究流程的李總管來接手南三所，讓他好好治治你們。公公，這回王公公怕是真要搬救兵了。那個李總管我聽說過，是個十分刻板、滿腦子都是繁文縟節的狠角色。咦，這是王公公落下的翡翠玉扳指。這翡翠質地堅硬無比，而且內壁打磨得分外光滑。小桂子，咱們那傳送帶的車輪木軸不是容易發熱打滑嗎？如果把這玉扳指套在木軸外面，當成滑動軸承，那咱們的傳送帶轉起來，絕對比絲綢還要順滑。天哪，拿內務府大太監的名貴玉扳指去當推車轱辘的滑動軸繩，這要是被那個即將空降的李總管看到了，還不得掀起多大的狂風暴雨？小桂子，快把那根經常卡的推車木磚軸卸下來。娘娘，這可是王公公的寶貝啊！咱們拿當吞車轱辘的劍片，是不是太奢靡了？這翡翠可是硬玉，質地極堅，木頭根本磨不損它。而且王公公常年把它在大拇指上把玩，那內壁早就被盤得像鏡面一樣光滑了。用它來套在木軸外面，這簡直就是最完美的防磨損圓環。崔大人說的太對了，這在機巧之術裡叫做滑動軸承。原本粗糙的木頭直接摩擦，不僅費力，還容易冒煙打滑。現在有了這光滑的翡翠墊在中間，咱們再滴上一滴最上層的芝麻香油。來，小桂子，上腳試試。太神奇了！我現在踩着踏板，感覺就像踩在雲在上一樣，一點都不費力氣。乾杯！乾杯！糟了，是王公公搬來的終極救兵，內務府以講究高端流程和精細化管理著稱的李總管。這群閒人幹的活，竟比造辦處流水線還漂亮。不行，沒有符合咱家規矩的審批流程，那就是大逆不道。原來是李總管大駕光臨，咱們趕製的中秋月餅已經如數完工，不知李總管有何指教？崔氏，王公公說你在這裡毫無建樹，甚至與閒雜人員同流合污，咱家本來還不信，今日一看，果然是毫無章法。你們這叫什麼？這叫野路子做月餅，領了多少麵粉？誰過秤的？誰登記的？揉麵的時辰可有記錄？這半空墜落的印花手法，經過內務府試吃核驗了嗎？沒有這些標準化流程，你們做的再快，那也是一堆廢品。李總管，這月餅的用料配比都是老奴親自把關的，味道絕對錯不落。您要不要先嘗嘗？拿開！沒有蓋內務府制檢章的東西，咱家絕不入口。等等，你們那推車轱辘上套着的綠光閃閃的劍錢，莫非是？
王公公的帝王绿翡翠扳指。大胆狂徒，毁坏御赐珍宝，罪无可恕！咱家这就接管膳食库，把你们统统上报！天哪，这算盘珠子的间距分毫不差，而且纯铜的珠子分量十足，表面圆润光滑。小龟子，快！咱们刚才揉好的那块要做千层酥皮的硬面团，因为太硬，怎么都擀不均匀。只要把这位大人手里的算盘在面团上用力滚几圈，利用这均匀分布的金属算盘珠子作为点缀滚轮，就能瞬间把硬面团的筋膜均匀压断，压出完美的起酥网格。娘娘，这能行吗？怎么不行？这可是绝佳的工具，算珠大小一只，间距分毫不差，滚动时瞬间形成点阵受力面，光滑金属完全不粘连面团。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既然你们毫无规矩，那咱家今天就现场给你们立规矩。从今日起，南三所实行6步审批法，你们用的每一把面粉、每一滴香油，甚至去后院摘一颗葱，都必須先寫申請，由咱家在這個本子上簽字畫押後方可動用。我要把你們的罪狀和新規矩一條一條全寫在這羊皮本上。哎呦喂，小龜子，你快看，咱們剛才不是正愁找不到合適重物來壓豆腐嗎？李總管這本子簡直是雪中送產吶！什麼？壓豆腐？李總管，您這本子借老奴用半個時辰，這厚度和重量剛好能提供絕佳的下壓重力。最巧妙的是，這外面包裹的熟羊皮分外致密，水汽根本滲透不進去，簡直就是渾然天成的防水均壓板。完美！放肆！放肆！來人！來人吶，拿封貼來！咱家要把這大逆不道的膳食庫徹底查封，1粒米都不准他們動！糟了！如果廚房真的被貼上這象徵絕對禁止的封條，咱們今晚可就真的要喝西北風斷糧了。沒有了廚房，我看你們還能玩出什麼花樣？把門窗縫隙全都給咱家糊死！等等，怎麼，現在知道怕了？晚了，這封條一上，神仙也救不了你們。誰說我怕了？我是怕他們貼錯地方，糟蹋了好東西。天哪，小龜子、全公公，你們快來看，這漿糊熬得太地道了，拉絲都有1寸長。而且這紙張厚實的連光都透不過去，咱們馬上就要入冬了。廚房這幾扇破窗戶到處漏風，昨天我還愁去哪兒找點厚紙糊窗縫呢。李總管這簡直是雪中送炭，給咱們送頂級的防風保暖貼來了呀！娘娘說的對啊，這封條又長又寬，正好能蓋住窗框上那道2指寬的大裂縫。哎，這位公公，您貼偏了，來，往左邊挪半寸。對對對。就是那道漏風最大的木頭縫，您使點勁抹平，千萬別留氣泡，不然冬天冷風容易鑽進來。上面，窗戶頂上那根橫樑和餐磚之間也有縫隙，用着溫熱的濕布隔着紙面刮一刮，熱氣一擊，漿糊徹底吃進木紋裡，粘的那叫一個牢靠。這門檻下面常年鑽冷風，貼上這層加厚桑皮紙，我的老寒腿就有救了。你們看，這白紙紅印的，配上灰乎乎的窗棂，竟還透出幾分過年貼春聯般的喜慶呢。太舒服了，這防風效果簡直絕了。李總管，您帶來的這建材真好用，老奴替南三所全體感謝您的體恤。反了，徹底反了！來人，去請侍衛，把這群無視內務府規矩的狂徒通通給我綁了！太后，這
這座皇宮裡規矩的最高制定者，真正的幕後大 boss， 怎么会在这个鸡飞狗掉的时刻，被一只猫给带到了最偏僻的南三所？给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把御赐之物用成这样，太后最重规矩，今日定要发落他们，以正宫闱。太后娘娘明鉴啊！南三所这群人太过随意，竟然将御赐珍宝挪作他用，无视内务府查封法度。老奴本想立规矩，却被他们百般阻挠，恳请太后娘娘重塑这群人的规矩，彰显皇家体面。太后，哀家这只狸奴平时挑嘴得很，御膳房用老母鸡高汤煨的深海银鱼都不屑一顧，可近来几日，他一到半夜就往这最偏僻的冷宮跑。哀家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稀罕的吃食，能把这后宫最难伺候的胃口给勾了去。使不得呀，太后，那都是用废弃木鱼和破车轮子做出来的粗陋之物，甚至连起酥的面皮都是拿老奴的算盘瞎压出来的。万一吃得不顺口，老奴可是万死难辞其咎啊！安静。太后娘娘，那大月饼虽然好看，但糖分和油水太重，夜里刻画起来有些费劲。老奴这里有一碟刚刚烤好的无糖核桃千层酥，用的是刚才李总管那把算盘滚压出来的面皮，绝没放一丁点蔗糖。大胆！太后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肠胃极弱，吃口甜腻就翻蒜，那些雕花嵌金的极品糕点都是负担。你竟敢拿着干巴粗食给太后！李福海，奴才在。太后娘娘，这群人不仅乱用算盘，还把您的羊皮记事本拿去压豆腐。行了，你这算盘放在内务府拨弄算计，算出的全是繁文縟节，倒不如留在这后厨，滚出来的起酥倒是干干净净，让人吃着心里舒坦。以后这算盘就留在南三所吧。这等巧妙的击落，竟然能省去那么多人工。哀家看着分外有趣。老人家，如果把哀家这根紫檀木龙头拐杖接在那踏板旁边的木槽里，当个延长的省力杠杆，这传送带能不能转得再轻快些？哀家也想亲自踩两脚试试。太后娘娘，您这眼光简直太绝了！刚才小桂子踩那踏板，虽然有了翡翠轴承润滑，但毕竟发力距离短。如果把您这根长长的紫檀木拐杖用麻绳牢牢绑在踏板的外侧延伸出来，大功告成。这在力学里叫加长动力臂。根据杠杆原理，动力臂越长，按压下去就越省力。现在有了这根长拐杖，连小拇指的力气都不用，就能輕鬆帶動整個車輪轉動。哎呦，這紙墩子坐着，竟比哀家宮裡的軟榻還要舒坦，還要貼合後背。唉，轉了轉了，真的毫不費力。金算盤滾面，翡翠當圓承，現在連太后都親自下場搖流水線了，我的高端管理學徹底碎成末了。哎呀，這爐子太小了，根本來不及烤啊！照這個速度，後面的生出還沒進爐子，前面的面皮就要發酸了。如果要一次性蒸烤上百個月餅，還得受熱均勻，那只有西洋人用的那種大蒸汽鍋爐能做到了。西洋蒸汽鍋爐？柳姑娘，咱們這冷宮裡哪有那種洋玩意兒？誰說沒有？那堆破銅爛鐵裡不是一直扔着一個大家伙嗎？哦，哀家想起來了，這是10年前西洋傳教士進貢的蒸汽鍋爐，因為無人知曉這西洋玩意兒如何安全生火，工部怕出危險，就當作廢銅一鐵給扔到冷宮來了。太后娘娘，這可不是廢銅爛鐵，這是最完美的恆壓高溫大烤箱啊！您看，這鍋爐是一個完全密封的金屬腔體，只要我們在底部的夾層裡加水，並在下面升起大火，裡面的水分就會迅速沸騰，化作蒸汽。因為蒸汽跑不出去，腔體內的壓力就會急劇升高。在物理常識裡，壓力越大，水的沸點就越高，溫度就能輕易突破平時燒開水的極限。
這空間足夠大，咱們一次性把200個月餅放進去，而且烤出來的月餅外皮酥脆，內裡卻能牢牢鎖住水分，絕對軟糯香甜。這粗鄙的鐵疙瘩發出的噪音，嚴重違反了內務府後宮清靜管理條例。我必須在太后面前把丟掉的規矩找回來。成何體統？太后娘娘在此，這破銅爛鐵竟敢發出如此尖銳的噪音，驚擾聖駕。任何違反宮規的噪音都必須查封。太后娘娘，您听，老奴用内務府的封條替您把這噪音給徹底封死了，現在清靜多了。你這個連最基礎的物理常識都不懂的死板蠢貨！啊！你把高壓鍋的安全排氣口給糊死了！快趴下，要炸爐了！什麼炸爐？一派胡言！這內務府的桑皮紙封條糊上去，連一隻蒼蠅都飛不出來，怎麼可能？看天上，压力断崖制骤降，這是老式爆米花菇的瞬間釋壓膨化原理。天哪，下月餅雨了！絕了，真絕了！哀家活了大半輩子，吃遍了天下珍饈，竟從未吃過口感如此奇妙、外酥裡嫩到極致的雲朵月餅。這西洋鐵疙瘩加上內務府封條的做飯法子，簡直比御膳房幾十大鍋加起來還要厲害。李福海，奴才在。李福海啊，你那套死規矩，在內務府管管賬本也就罷了。這南三所裡的人腦子裡裝的都是大智慧、巧心思，日後內務府的手就別伸到這兒來了。這地方的規矩由他們自己定。遵旨。有刺客護駕，快保護太后娘娘！不是刺客在冷宮引爆火藥，意圖謀害太后嗎？這是個什麼情況？等一下，這不就是前幾天半夜給朕遞陳醋、蒜泥浇朕滷烤肉串的那對冷宮路邊攤攤主嗎？完了，徹底完了！皇上肯定是發現御林軍天天半夜跑來冷宮蹭夜餐的事了。皇帝，你提着劍跑來這冷宮，莫不是也饞這口剛炸出來的雲朵月餅了？皇上，微臣有罪，微臣不該貪圖那一口祖然五花肉，但那烤肉實在是外酥裡嫩，全公公的手藝太絕了，微臣願領軍棍，求皇上開恩吶！閉嘴！趙大牛，你給朕閉嘴！那可是孜然烤肉啊！朕這幾天還在御書房偷偷回味呢。這要是讓最重養生規矩的太后知道朕半夜翻牆吃冷宮路邊攤，朕這天子的臉面往哪兒放？哦，原來皇帝前2日胃口大開，連着吃了3大碗必經米飯，是因為得了這南三所裡的絕世配方啊！哀家還納悶呢，皇帝，你大白天提着把劍跑來這冷宮，咋咋呼呼的做什麼？這兒哪來的刺客？若你也是饞這口剛炸出來的雲朵月餅，直說便是。母後明鑑，兒臣其實是。兒臣聽聞，極品的點心出爐，必須用最鋒利的刃鋸切割，方能不破壞其酥脆的紋理。兒臣恰好隨身帶着這龍泉寶劍，特來為母後切月餅。哎呦，皇上聖明啊！皇上這物理常識簡直讓人五體投地。這高壓雲朵月餅空氣結層分外酥鬆嬌貴，普通的菜刀太厚太鈍，一壓下去產生的擠壓應力就會讓起酥塌陷變成死面糊糊。只有皇上您手裡這種極其鋒利、刃口薄如蟬衣的絕世神柄，才能利用極致的物理剪切力，在不破壞任何微觀結構的前提下，將它一分為二。好
好劍法！這切割势力控制的堪稱完美。绝了！外皮如霜雪般化開，內餡卻溫潤如玉，好一個雲朵月餅！南三所眾人聽旨，此地往後便是皇家特許製造體驗區，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規矩干涉此地。宮內所有的物資器械，你們全權調度，隨意取用，就算把房頂掀了，朕和太后也給你們兜着。哎呀，這屋頂漏風了，馬上就要入冬下雪了。這廚房雖然糊了窗戶，但屋裡沒地籠，咱們就算有再多的炭火，也扛不住嚴寒啊！叫工部來修修補補，多沒意思。既然皇上給了咱們隨意調度器物的特權，咱们為何不幹票大的？地下有現成的空心管道，那鍋爐裡又有燒不完的熱水。小桂子，全公公，咱們要造一個全皇宮絕無僅有、24小時恆溫水循環的全屋地暖系統。娘娘，您說要造全屋地暖，這聽着確實讓人熱血沸騰。可這西洋鍋爐在院子裡，咱們住的屋子在台階上。俗話說，水往低處流，咱們又沒有西洋人的抽水機，這鍋爐裡的熱水怎麼可能乖乖跑到咱們屋子的地下溝渠裡去轉一圈呢？這你就不懂了吧？水雖然往低處流，但熱量可是往高處走的呀。大夥兒看，這西洋鍋爐側面一上一下，剛好有2個預留的黃銅接口。咱們向內務府討要幾根長軸管，把鍋爐上方的出水口連到咱們屋子地下溝渠的最高端，再把溝渠末端的出水口連回鍋爐下方的進水口。老奴懂了，水燒熱之後，這熱水就變清了，會自然而然地順着上方的銅管湧進屋裡的地下溝渠。等它把熱量散發給青磚地面後，水變涼了，也就變重了。完全正確，這在流體力學裡叫做熱虹吸原理。只要管子接的嚴絲合縫，不漏水不漏氣，這大自然的熱力學溫差就是咱們最完美的全自動無聲水泵。造辦處聽好，南三所奉旨進行改造，去把庫房裡上等的紫銅水管，還有修繕御用龍船用的極品防水桐油和西域生膠泥，全都給本官裝車。皇上特權壓着，咱家視若珍寶的頂級建材被他一掃而空，卻連個不字都不敢說。在這個物理沙盒裡，本官這套嚴絲合縫、眼裡容不得沙子的管理哲學，終於找到了終極用武之地。工程至簡。小桂子，你這接口的生膠塗得不夠均勻，規矩就是規矩，毫厘之差便會潰於蟻血，這在加壓後極易產生滲漏。給本官擦了重新塗。是，必須厚薄一致，宛如天成。听，有动靜了！天哪，這地面竟然變暖和了！啊，太舒坦了！這哪裡是冷宮，這簡直是湯泉行宮的暖閣啊！太舒坦了！大功告成，全屋無死角，水學原化，恆溫地暖。我曾以為冰冷的規矩是保護自己的鎧甲，但現在才明白，在這個充滿創造力和煙火氣的沙盒裡，讓所有人過得舒坦，才是生活最美的規矩。哎呦，老奴倒是忘了一茬，這地暖不僅養人，它更養地氣呀。現在咱們這屋裡的溫度，簡直就跟陽春3月一模一樣。全公公，小桂子，你們想不想在冬天吃上水靈靈的綠葉青菜，甚至掛滿枝頭的西洋紅番茄？既然這屋子恆溫，咱們只要把那破爛屋頂掀了，換上內務府庫房裡最透光的雲母琉璃片，咱們就能在這冷宮裡造出一個全景天窗的立體恆溫蔬菜大棚啊！掀屋頂換琉璃，咱們要在雪地裡種青菜。太絕了！
這在格物学里叫做溫室效應。這琉璃片分外神奇，它能讓太陽的短波光線毫无阻礙地照進來，把屋里的地面曬得暖烘烘的。地面又会向外輻射出长波光線，这琉璃片又能把它牢牢地锁在室内。但是，当屋里產生熱量後，這層琉璃又能像一床透明的厚棉被，把長波熱輻射死死地捂在屋子裡。加上咱們地下的恆溫水循環地暖，這屋子現在簡直就是完美的陽春3月。全公公，劉氏，快來救命！皇上，这是什麼罕見的花草？這是西洋使臣剛進貢的紅羽楊柿子，聽說結出的果實酸甜多汁，十分開胃。朕本指望它們能在冬天結果，可這幾日天寒地凍，御花園的花匠們費盡了心思，這苗子卻越養越抽抽。朕思來想去，覺得你們這南三所總能化腐朽為神奇，特意送來求醫。可不是嘛，花匠們怕這楊柿子凍着，特意把它們搬進了一間密不透風的暖閣裡，還在周圍足足圍了8個燒得旺旺的銀絲炭盆，12個時辰不間斷的烘烤，誰知越烤越蔫吧？你们這是在給植物保暖嗎？你們這分明是在燻臘肉啊！植物和人一樣，是需要呼吸清新空氣的。最重要的是，它們需要陽光來進行光合作用。你們把它們關在黑漆漆的暖閣裡，周圍全是炭火燃燒到的一氧化碳，它们見不到陽光，就無法呼吸。沒被當場燻成菜乾，已經是這苗子命大了。只知人冷要烤火，哪懂植物還要光合作用和呼吸？快，小龜子，把花盆搬進咱們的琉璃溫室裡來，擦乾淨。用溫水把葉片上的炭灰全擦乾淨，讓氣孔打開，地滿的溫度剛好能溫潤土壤裡的根系，頭頂的陽光能喚醒葉片的光合作用。神了，真乃神技也！御用花匠束手無策的難題，在南三所竟然起死回生，看來朕這果子是有指望了。皇上，您先別急着高興，這花是開了，但果子咱們恐怕一顆都吃不到。為何？花都開得這般好，結果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自然界的花朵要結出果實，必須經過極其重要的一步——授粉。在春夏之際，這活兒都是由蜜蜂和蝴蝶代勞的。可現在是隆冬，咱們這溫室裡雖然暖和，但為了保溫，門窗緊閉，連陣能吹動花粉的灘風都沒有。為何？沒有授粉，這花開得再豔，過2天也會自然凋謝，絕對結不出半個楊柿子來。大冬天的去哪兒找蜜蜂？這豈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蜜蜂做的事兒，咱們為何不能自己做？只要懂了格物之理，萬物皆可替代。啊，就比如這毛筆，為何不能當做蜜蜂，我們自己來進行授粉？用寫字的毛筆去給花當蜜蜂？皇上，這可是絕妙的替代法。蜜蜂能傳粉，是因為它們身上長滿了細膩的絨毛，而這毛筆上的兔毛比蜜蜂的絨毛還要柔軟鮮密，正是最完美的仿生工具。這在格物學中叫摩擦起電。在冬天極其乾燥的屋子裡，絲綢與兔毛劇烈摩擦，會在兔毛尖端集聚一種極其微弱卻能吸附輕小物體的無形引力，也就是靜電。第一朵，雄尾取粉；第二朵，雌尾塗抹，間距、力度分毫不差。這南三所的人竟把高深的物理常識玩成了最嚴謹的審批農活。哈哈哈，成了，大豐收啊！這等珍稀奇果，定要讓御膳房的頂級大師傅用燕窩魚刺吊成高湯，細細燜製。哎呀，皇上，那也太暴殄天物了，這叫熱脹冷縮去屁皮法。這等富含天然果酸的奇果，最完美的吃法就是拿來做鮮血濃湯熱氣鍋。想要將楊柿子的風味發揮到極致，必須用熱油高溫煸炒，才能將其中的汁水和洪亮的油脂徹底激發出來。太后娘娘，嘗嘗老奴親手切的薄片羊肉。哎呦，這酸甜的滋味恰到好處地化解了羊肉的膻氣，而且這骨酸入味，不僅不覺得膩，反而讓哀家這連日來沒有胃口的腸胃一下子全舒展開了。
全公公，你们这南三所用一堆废旧物件造出了这世上最暖的屋子、最齐的物赏和最好吃的吃食，把朕这皇宫里最冷的地方变成了最热乎的福地。马上就要过年了，朕思来想去，决定赐你們一個天大的恩典。朕明日就下旨，將整個南三所及其後院賜名皇家格物造辦署，由你們4人共同執掌，且賜你們每人一塊免死金牌。以後在這紫禁城裡，你們可以橫着走。天哪，這是何等驚世駭俗的恩賜！整個紫禁城裡擁有獨立地盤和免死特權，簡直是打工人的終極夢想。皇上的好意，老奴和大家心領了，只是這恩典，咱們不能要。皇上，咱們不要當官，也不要金牌，咱們只求您把隔壁那座廢棄已久的露天白玉取水池撥給咱們。咱們想利用那大鍋爐裡多餘的循環熱水，造一個全天候恆溫冒熱氣的無邊界溫泉會場。拒絕封賞，連免死金牌都不要，只要個廢棄的戲水池造溫泉。放眼紫禁城，誰不想見皇家格物造玩署呼風喚雨？朕的帝王威嚴再次被這群激賤闊魔那跳躍的思維給無情碾壓了。哎呦，皇上，您且聽老奴一句勸，這紫禁城裡的官帽子太沉，金牌更是招人眼紅的物件。咱們在這南三所裡，圖的就是一個無拘無服，過最舒坦的日子。一旦掛了牌匾，成了官署，那這地方也就有了條條框框，再不是那個能讓太后娘娘脫了鞋坐帳沙發，讓您搶凍豆腐的自在沙河了。在這兒，咱們不用去討好誰，算計誰，每天琢磨琢磨怎麼拿算盤壓面皮，怎麼拿玉扳指當車轱辘，吃口熱乎飯比啥都強。老人家說的透徹，皇帝，這等寶地若是沾了朝堂的規矩，就徹底失去他化腐朽為神奇的靈氣了。就由着他們折騰去吧。既然母後都這麼說了，那朕就應允了他們。更何況，朕對柳氏口中那個恆溫無邊際溫泉的誘惑力，實在是毫無抵抗力啊！這水池太大了，如果直接把熱水注進去，在冬天這種極其寒冷的環境下，熱量很快就會喪失。所以，咱們要利用間接熱交換與餘熱回收的原理，紫銅導熱極快。只要咱們往池子裡注入乾淨的山泉水，管子裡的循環水就會源源不斷地把熱量傳遞給整池清水，這樣既不浪費鍋爐的餘熱，又能保證溫泉水的乾淨衛生。哎呦喂，這滋味絕了！水面的溫熱與落在頭頂的冰涼雪花形成了一種奇妙的感官對比。這種一邊淋雪一邊泡溫泉的終極享受，朕這位九五之尊竟然是在冷宮裡第一次體驗到。這才是人過的日子啊！能在這個充滿煙火氣的小院裡，用最吉普的物理常識，讓身邊的每一個人都過得舒坦，似乎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新年快樂！祝咱們的南三所永遠溫暖！永遠溫暖！